现在认为美国不敢动武的台湾民众只有 28%， 如果这个数字继续增长超过了 50%， 那么海峡两岸可能真的就会开启和平统一的实质性的进程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是说一说台湾的一个民意测验，是吧？最近台湾民意基金会搞了一个民意调查，说如果台海爆发战争，民进党当局能行不能行？结果是绝大多数人认为蔡英文当局根本就没戏。还有一个数字非常有趣， 65% 的受访者认为大陆方面如果武力攻台，美国有可能出兵协防台湾。另外有 28.5% 的人觉得不可能。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会出兵。这和国民党当局多年以来的反共教育和恐美从美教育是分不开的。解放战争期间呢，国民党政府就高度的依赖和指望美国援助来打败解放军。事实上呢，美国方面也真的是给了国民党的不少的援助啊，但是真到了和解放军打仗的时候，美国人是绝对不可能出面的。退守台湾以后，国民党政权又日夜期盼着美国和苏联之间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趁机反攻大陆，继续做他们的金陵春梦。在上世纪70年代中美即将建交的时候，台湾上到政府官员，下到大学教授，都信誓旦旦地对老百姓说，美国是我们最坚定的盟友，美国是一定不会抛弃台湾不管的。然而事实证明，美国永远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制定外交政策，从来不管什么道义不道义。但是美国最大最厉害的这种认知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台湾老百姓的内心深处，形成了思想的钢印。台湾呢，媒体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在美国的形象、大陆的形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这些关键的形象塑造上却有着上下一致的潜规则，绝不允许质疑美国的正义性，绝不允许把大陆描述成正面形象，绝不允许如实的报道解放军的战斗力以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真相。这几乎成了台湾媒体和政治宣传领域的高压线。如果我们去找一本台湾方面撰写的战争史书战争史的图书，翻到关于朝鲜战争的页面，你就会发现里面的数字和陈述几乎没有一个是真的。那要是按照那里面的描述，那美国已经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消灭好几遍了，那为什么后面还要乖乖的接受停战协定呢？这是令人难以信服的。正是因为长期的引导宣传，今天的大部分台湾老百姓认为美国会出兵协防，帮助台湾实现以武拒统。不过我们还要看到，有 28%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可能出兵协防台湾。虽然只是少数，但是绝不能忽视。两岸三通之后还是有相当多的台湾民众得到了机会，真实的接触到了大陆。他们或者是亲身前往大陆旅行，或者是接触到了大陆的媒体，也有人在台湾接触到了前去旅行的大陆人士。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概念认识多少还是被扭转过来了一部分。中国大陆在尖端科技方面取得的诸多成就也实实在在的震撼了相当一部分台湾人。中国在载人航天、深空深海探索、先进战斗机的研发、大型水面战舰的建造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超越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因此呢，当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技术禁运的时候，所能够选择的领域也是非常有限的，只有集成电路真正对中国形成了威胁。这个问题在中国大陆的民众看来可能是非常痛心疾首，但是放在海外的视角来看的话，那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个曾经落后到无以复加的民族，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面，竟然可以达到如此接近美国的水平，并且做到了很多连美国都做不到的事情。这对于台湾民众的观念难道没有冲击？那是不可能的。有意思的是，在扭转台湾民众的观念方面，美国人自己也起了不少的作用。最近几年，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反复的渲染中国已经在科技和军事上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比如 5G 和人工智能。最近1-2年，在中国超过美国的清单里面又多了空间站高超音速武器和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些内容。美国军方反复这样的强调，主要是为了向国会要钱，但是听在台湾民众的耳朵里面，对于一贯从美恐美的台湾民众来说，那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强大的美国也承认自己打不过另外一个第3世界国家了吗？所以只要中美之间的力量此消彼长继续进行下去，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自己应该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也正是美国当局和台独分子们忧心忡忡的地方。现在认为美国不敢动武的台湾民众只有 28%， 如果这个数字继续增长超过了 50%， 那么海峡两岸可能真的就会开启和平统一的实质性的进程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中国统一的问题时间在大陆一边的含义。当然，在这个时间段，无论是美国、日本的反华分子还是台独分子，都会想方设法的来推迟甚至打断台湾人心思变的这个进程。对此，我们一定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进行严厉的驳斥，要充分的向他们展示新中国的强大的力量，尽力的争取让祖国的统一用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